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今天是12月10号，早上一睁眼打开行情，发现几乎所有的币都在涨。但今天的这期呢，我不想跟你聊怎么抓这一波的上涨，我想聊一个有点扎心但非常重要的话题：为什么90%的人在加密世界里边永远也赚不到钱？而且呢，更残酷的一点，很多人不是因为不够聪明，也不是因为运气差，而是你一进场就站在了错误的那一边。你亏到的钱往往不是输在某一个单子上，也不是输在某一次黑天鹅上，而是输在一整套的被人设计好的心理陷阱里边。而且呢，这些陷阱不是自然长出来的，是有人专门研究你的大脑怎么工作，你在什么地方会恐慌，什么地方会 FOMO， 然后反过来拿这些弱点来收割你。交易所要赚你的钱，大户要赚你的钱，假项目也要赚你的钱。他们比你自己还要懂你的心理，他们就在等你犯错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会拆开3个最致命的心理陷阱：损失厌恶、确认偏差、羊群效应，以及背后到底是谁在利用这些东西来收割你。最后呢，我们聊一聊普通人到底如何跳出去，不要老站在被收割的那一边。好的，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陷阱。这个陷阱呢，可以说是币圈里边杀伤力最大的一个，它叫做损失厌恶 （loss aversion）。这是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·卡尼曼和阿莫斯·特沃斯基在1979年提出来的前景理论 （Prospect Theory） 里边的核心概念。他们做过一个很经典的实验，给受试者2个选择 ：A. 直接获得900美元 ；B. 90%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，10%的概率什么都没有。绝大多数人呢会选择 A， 因为那900美元是确定可以拿到手的。然后呢，他们把场景给它反过来 ：C 直接损失900美元 ，D 90%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，10%的概率没有任何损失。现在你可以想一想，如果让你来选，你会选择 C 还是选择 D？ 没错，大部分人呢会选择 D。可是如果你用概率去算一下，你就会知道 D 的风险更大，但大家呢更愿意赌一把，就是因为有一线的希望不亏损。你会发现什么呢？在涉及损失的时候，人会突然变得非常不理性，宁愿冒着更大的风险，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亏了。研究结果显示呢，同样的100块钱，失去它的痛苦大概是得到它的快乐的2.5倍。这个不是你的懦弱，也不是你的玻璃心，这是人类大脑的设计缺陷。在原始的社会里边，一次失败可能就代表了今天没有任何东西吃了，甚至代表会不会死掉。所以人类的大脑进化出来一个机制，极度害怕损失。但在金融的市场里边，这个机制会害死你，因为市场是一个概率游戏，没有人做到100%的准确。真正关键的不是从不犯错，而是犯错之后你能不能及时止损。可损失厌恶呢，会让你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赚一点就跑，害怕利润飞了，一旦亏了就死扛，不愿意承担错误，越亏损越想梭哈翻盘，越补越深，最后呢就变成了散户永远是赚小钱亏大钱。讲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心理到底有多致命。4年前，2021年有个币叫 Luna， 它当时是市值前10的项目，有自己的稳定币 UST， 号称有20%的无风险年化收益。很多人呢在30块买入了 Luna， 涨到50块没有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想着再多赚一点，结果开始下跌，跌到40的时候呢，大脑在想什么呢？只跌了20%，应该会反弹的，我再等一等。这个就是损失厌恶在工作，不愿意承认亏损，跌到30回到买入价了，最应该走的时候，但大脑会想还行，还没亏钱，我再等一等，赚一点再走。这个就是盈亏平衡效应。回本价是最难做决策的时候，跌到20已经亏了40%了，都亏了这么多了，现在割了就真的亏了，万一反弹呢？这个就是沉没成本谬误，你已经投入的成本反过来会影响你后续的决策。跌到10块钱的时候，浮亏67%，很多人彻底崩溃，算了，不看了，爱咋咋地，或者干脆清仓，眼不见心不烦。结果呢 ，Luna 一路跌到了0.0001美元，几百亿美元在48小时以内蒸发。
那些搁在10块钱的人，从结果上来看，已经是最幸运的那一批了。所以每一个节点上都是损失厌恶在推着你往坑里边走，不愿止盈，怕赚少了；不愿止损，怕自己错了；不愿认错，怕亏损被锁定。这个不是个例，是人类大脑的通病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就要说到卡尼曼在《思考快与慢》里边提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型。我们的大脑大致可以分成2套系统：系统1快速、情绪化、直觉式；系统2慢速、理性、讲逻辑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系统1呢是靠感觉做事的那部分的你，系统2呢是冷静分析的那部分的你。当你亏损的时候，谁会最先跳出来呢？一定是系统1。系统1会不断的在你耳边说你不能输，你要把它赢回来。系统2其实知道应该止损，应该离场，但它太慢了。等到系统2想出手的时候，情绪已经完全占据上风了。所以如果一个标的一下子就跌了50%，你反而可能会立刻冷静下来。系统2有时间说话，你会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该止损。但如果它是慢慢跌的，每天跌一点点，系统1就会安慰你，没事儿，这个只是回调。等你终于扛不住的那一天，系统1已经让你亏了70%、80%了。这个就是温水煮青蛙效应，渐进式的痛苦比突然的打击更难察觉，也更致命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散户死在4个字上：回本就走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总是买在高点，卖在低点呢？很多时候不只是你自己犯错，而是有人在刻意的利用你的损失厌恶。最典型的就是 shake out 洗盘，大户呢会故意砸盘，把你这种死扛又怕的人给震出去，然后在低位把你的筹码给捡回来，来回震荡。向方也一样，他们不会一次性的砸完，而是慢慢的砸盘，中间偶尔给它拉一下，让你看到一点回本的希望。等你完全放弃警惕的时候，来最后的一波收割，直接归零。你心里的那个回本就走的幻想，就是他们最好的出货窗口。第二个陷阱比损失厌恶更隐蔽，但杀伤力一样巨大，确认偏差 confirmation bias。这个概念是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 Peter Watson 在1960年提出来的。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，叫做246任务。实验呢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先给受试者一个数字序列246，然后呢问他们，你觉得这3个数字的规则是什么？你可以自己随便说一些数字来测试你的猜想。大多数人呢会先猜是不是偶数递增，然后呢他们会给出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。他们发现这些都被判定为符合规则，于是呢就更加确信规则就是偶数递增。但其实呢，真正的规则其实非常简单，任意递增的数字123也可以，50、15也可以，甚至12、100、1000都可以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人们只会用支持自己的观点的例子来验证，不会用反驳自己的例子来测试。这个就是确认偏差。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倾向于去寻找、去解读、去记住那些支持自己原本想法的信息，而相反的证据要么被我们忽视，要么呢被我们给淡化，要么呢被我们贬低。心理学里边这个叫做选择性的知觉，或者是选择性注意。为什么大脑要这么干呢？因为推翻一个已经形成的结论会非常耗费认知资源，大脑会觉得很累，所以呢大脑更喜欢走捷径。反正我已经做了决定，接下来呢只要到处找证据来证明我是对的。但在投资里边，这个心理会把人给害死的。因为一旦你重仓了某一个币，你的大脑就会自动进入一种防御模式，看到利好的消息疯狂转发，觉得你看我果然没有错；看到利空的消息立刻贴标签，这是发黑子在造谣；看到别人质疑，你会觉得他这是没有上车，嫉妒而已。大部分人都以为自己在理性的分析，其实很多的时候只是在费尽心机的说服自己。讲一个更大例子，你就能够立刻明白确认偏差到底有多可怕。3年前，2022年的11月之前， FTX 是全球第2大的交易所，创始人 SBF 是当时币圈的明星人物，给美国的民主党捐了大约4000万美元，和比尔·克林顿、托尼·布莱尔同台，红杉资本、软银这些牌面级的 VC 都投了他。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 FTX 是最安全的交易所之一，大量的资金长期躺在 FTX 里边。但其实呢，在 FTX 崩盘之前的几个月里边，危险信号已经非常明显了。
2022年的6月，三箭资本爆雷 ，FTX 的关联公司 Alameda 被怀疑有巨大的敞口。11月2日 ，Condex 曝光 Alameda 的资产负债表，大部分资产都是 FTX 自己发行的 FTT 的代币。10月6号，币安创始人 CZ 说要卖掉手里的 FTT， 但当时的主流反应是什么呢 ？SBF 还有钱，会救市的。VC 持有自己投资项目币，这很正常，这是商业竞争。CZ 赵长鹏在搞事情，为什么几乎没有人提前意识到问题呢？因为所有人在大脑里边都开着同一个插件，确认偏差。如果你在 FTX 里边存了很多币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的大脑会拼命的去找 FTX 是安全的证据。FTX 刚刚拿到正式的牌照 ，SBF 在做慈善，这么大的交易所不可能有问题。所有有问题的信号都会被自动的给弱化，直到 CZ 的一句话引发挤兑，短短的48个小时以内 ，FTX 申请破产，大约80亿美元的资金蒸发。这个就是确认偏差最可怕的地方。你以为你在做理性的分析，但其实你只是在不断的给自己做心理按摩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这里就要提另外一个心理学的概念——认知失调。这是美国心理学家 Leon Festinger 在1957年提出的理论。核心的思想是，当你的行为和你的信念冲突的时候，大脑呢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不适感。这种呢不适就叫做认知失调。大脑会怎么处理这种难受呢？通常有2种方法。第一，改变行为，比如说止损、退出，承认自己错了。第二，改变信念，不去动仓位，反而去想各种说服自己的理由。没问题的，我是对的。哪一种更容易呢？当然是第二种，因为改变行为意味着你要承认我之前的判断错了，这个对自尊心是非常大的打击，所以大脑更倾向于走捷径。不是我错了，是市场错了；不是项目有问题，是有人在抹黑；不是我的判断失误，是还没到时候。于是呢，你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你重仓的币跌了，你不会想着要不要止损，而是拼命的去找它还会涨回来的理由。项目方已经跑路了，你甚至不会马上认错，而去怀疑他是不是被黑客给攻击了。别人劝你减仓止损，你会觉得他们不懂，他们只是没看到这个项目的长期价值。你不是固执，这是你的大脑在努力保护你的自尊，但代价是你可能会一错再错，一直错到爆仓。但你要知道，币圈里边有一大堆的人在刻意利用你的确认偏差来收割你。QL 呢，永远只讲利好，技术多牛，团队多强，但从来不提 token 的解锁有多可怕，估值有多离谱。项目方营造信息的茧房，群里边全是托，天天喊 to the moon， 有人质疑立刻被踢，只允许发利好，不允许讨论风险。这个就是回音室效应。你以为的共识，其实是被筛选过的统一口径。最后一个陷阱也是最难克服的，它叫做羊群效应 （herd behavior）。这个现象呢，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所罗门·阿希在1951年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展示出来的。实验大概是这样的：一个房间里面呢有8个人，其中7个是托，只有1个是真正的受试者。实验者呢拿出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一条直线 A， 再拿出另外一张卡片，上面有3条直线 B、C、D， 问大家哪一条直线和 A 一样长？正确的答案其实非常明显，比如说是 C， 但这7个托会故意全部说错，我选 B。结果呢，大概有75%的受试者会在明知道答案不对的情况下，跟着大家一起说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，大脑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本能，当我不确定的时候，看别人怎么做，然后呢我就会跟着做。在原始的社会里边，跟着群体走能够活下来，被部落排斥可能就意味着死亡。但在金融市场里边，这个本能会死人的，因为市场的本质就是少数人赚大多数人的钱。当所有人都在买币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早期进场的人开始出货了，但你的大脑会告诉你，大家都在买，肯定没有错，我不买就踏空了。这个就是 FOMO， 害怕错过。讲一个真实的案例，2021年10月，比特币涨到了69000美元。那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出圈了，邻居大妈开始问怎么买币，出租车司机在聊狗狗币，朋友圈里边呢全是财富密码的截图。
我有一个朋友，传统金融出身，做了10几年的量化交易，平时呢非常稳、非常理性的那种。但是在那段时间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艾文，我看到我的同事3个月赚了50万，我再不进场，我就彻底踏空了。你注意他的措辞，踏空。他不是说赚不到钱，而是说所有人都在上车，只有我一个人站在站台，我像一个傻子。结果呢，他在68000的时候梭哈了比特币，3个月以后，比特币跌到了35000，他的本金直接腰斩。然后呢，当看到整个市场都在喊跌，都 freeze 的时候，他竟然又全部给卖掉了。他不是输给了 K 线，也不是输给了信息差，他输给的是害怕被群体抛弃的恐惧。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概念，信息级联。假设你在考虑要不要买某个币，你看到第一个人买了，第二个人也买了，第100个人都在买，你会想，这么多人都在买，他们肯定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。但真相可能是，第一个人买是因为听了 KOL 的喊单，第二个人买是因为看到第一个人买了，第3个人买是因为看到前2个人都在买。没有人真正的做过独立判断，所有人只是在跟风，这个就是信息级联。后面的人不是基于信息在做决策，而是基于前面人的行为在做决策。最可怕的是，即使最前面的第一个人一开始就错了，这个级联照样可以持续很久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想，这么多人不可能都会错，但历史一次次的证明，群体完全可以犯下非常愚蠢的错误。2021年的牛市，所有人都在买，结果呢，全军覆灭。Luna 暴雷之前，所有人都觉得 UST 很安全，结果呢，一夜归零。FTX 崩盘之前，所有人都把钱放在里边，结果呢，全部被冻结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跟随聪明钱，但实际上只是在跟随那些跟随聪明钱的人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巴菲特说的那话特别难做到：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，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。99%的人都做不到，因为这违反了人类的本能。那么谁在利用羊群效应在收割你呢？你应该见到过这样的场景：新币上线 ，KOL 集体喊单，群里边全是快买，马上启动了，页面上写着24小时涨幅500%，这个就是制造 FOMO， 典型的拉盘出货的套路 ，pump and dump， 先拉一波，制造赚钱效应，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全都是利好，散户 FOMO 冲进来，在高位把筹码甩给你，你的着急和慌乱就是他们最好的出货机会。好的，3个陷阱都讲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把它们串在一起来看。第一，损失厌恶，让你死扛亏损；第二，确认偏差，让你只看利好；第三，羊群效应，让你追涨杀跌。你会发现这3个陷阱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件事儿，你不是输给了市场，你是输给了自己的情绪。这些心理陷阱并不是随机发生的，他们是被一整套的利益的相关方系统性的利用。交易所用它来赚手续费， KOL 用它来喊单，项目方用它来出货，他们比你更懂你自己。币圈里边有一句最残酷的话是，90%的人不是因为笨才亏钱，而是因为太聪明，聪明到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人性。那普通人该怎么办呢？我自己有3条核心的规则，仅供参考。第一呢，是建立机械化的规则，买之前定好止损线，比如说负15%必须走，不找理由，机械执行，比特币除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亏钱的时候，情绪已经不可能完全理性。还有一个我认为有用的思考方式，如果我现在在某一个币上已经亏损了10%，那么我会想，如果今天我手上是空仓，那么我还会在现在的这个价格去买进同样的仓位吗？如果答案是不会，那说明这个标的已经不值得继续拿着了。你的持仓不是纪念碑，每一天呢，它都应该被当成一个全新的买入决定。第二呢，主动去找反对的意见，看好一个项目之前，专门去找他的看空的观点，不是为了被他们给说服，而是拿来测试你自己的逻辑。如果一点质疑都经不起，那就不要去碰这个项目。我的习惯是，只要我开始看好一个项目，下一步一定是上 Twitter 上 Reddit 上专门去搜它的负面评论。另外呢，把当时的买入理由记下来，定期的回头去看一看。如果当初的理由已经不成立了，
那就需要重新评估，而不是给自己编造一个新的借口。第三呢，不要跟着情绪走，不要跟着别人的节奏走，只按自己的系统来。比如说最简单的定投，每个月固定时间买，机械执行，至少能挡掉一大半的情绪驱动的瞎操作。还有呢，牛市最疯狂的时候，少刷 Twitter， 少看群，那个时候大量信息的唯一作用就是放大 FOMO。最简单的土办法就是，如果连完全不懂币的人都开始问你怎么买币，多半是该卖的时候了。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在说永远不要碰加密货币，很可能就是慢慢可以买入的时候了。最后一句话，币圈赚钱的本质就是别人在贪婪的时候你能够冷静，别人在恐慌的时候你能够站得住。这个意味着很多的时候你必须得学着跟整个世界反着来，很难，但这是唯一的路径。真正能长期赚钱的那10%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不是战胜了人性，而是承认了人性，然后呢，用系统和纪律把自己的弱点框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。币圈不会奖励坚持，只会奖励理性。好的，如果今天的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希望你今晚呢做一件小事儿，打开你的交易记录，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有没有在亏损的时候一直死扛？我有没有只看到利好，屏蔽风险？我有没有因为大家都在买就 FOMO 的冲进去也买了？如果有一个答案是有，那么你已经迈出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，认清了自己的问题。这个比学100个技术指标更有用。好的，谢谢观看。如果你觉得这期有帮助，请点赞订阅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群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